因为一场意外事故，父母离世后，23岁的高中老师大哥柚木隼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妈妈，负责照顾另外的3位兄弟。老二柚木尊今年13，老三柚木凑12，两人都是初一。四弟柚木月今年才6岁，刚上小学。虽然失去父母后很孤独，但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只是最近老三有些不满，他每次提出帮忙，大哥总是露出嫌弃的表情。因为他之前帮忙把衣服晾得皱皱巴巴，被大哥赶出家门，送小四去上学。然而小四却比他这个哥哥还靠谱。两人家对面住着的是同班同学宇多和他的弟弟和哥。和哥和小四是小学同学，而宇多和阿凑则是一拍即合的损友。去学校的路上，小四盯着旁边的传单看了一眼。阿凑和宇多因为都没做数学作业，着急去学校抄答案。好友二阶堂把数学本递给两人，发现阿凑的哥哥老二怎么才到学校。阿凑有些生气，还不是因为老二非要自己晾衣服不带他。结果第1节课后，老二跑来阿策所在的教室，他性格沉稳，很受欢迎。阿凑这才发现他是来给自己送体操服的，原来来的晚是帮他吹干了衣服。二阶堂说他哥哥真好，不过阿凑一直不肯承认老二是哥哥。他的生日在3月，老二在4月，但对方确实比自己大1整年，只不过两人都在读初一，而且老二还比他高1个头。大哥总把他当小孩，却很信任老二。此时大哥正在高中教师的办公室里打瞌睡，明明是在吃饭，却累得要睡着了。其他同事听说大哥一个人带了3个孩子，而且3个弟弟都正好在他当班主任的时候撞上升学期。不过大哥早已经习惯，还说当年自己升学的时候，父母也是这么做的。同事们十分感慨，他才23岁，怎么就好像背负着40多岁拖家带口的疲倦感啊！好有男妈妈的感觉 ，ski。2位同事连忙表示有需要可以帮忙，大哥非常感激他们。当天下午，大哥累得在桌前睡着，阿凑半夜起来发现后，竟然把他的闹钟关了，自己早起给其他人做饭。等大哥醒来就发现时间不对，还闻到了一股焦味。下楼就看见小四盯着烧焦的饭菜，欲言又止，露出无助的神色。阿凑说自己是在帮忙做早饭，但在大哥看来，这是在制造致癌物。旁边的老二一声不吭地啃了一口，大哥十分无奈，他就知道是阿凑关的闹钟，说他和老二年纪相差无几，怎么就老添麻烦。阿凑一气之下冲出家门，大哥十分无奈，赶紧重新做了食物。吵了一架的阿凑不乐意回家，就在回去路上发现小四在看广告牌。其实前2天他就注意到小四一直在看广告，上面贴了一张烟花大会的宣传。小四已经很久没看过烟花了，父母离世的时候他还小，隐约记得一家人去看过烟花，可惜想不起烟花的模样了。他想去，又觉得大哥太累了，于是阿凑拍着胸脯表示可以带他去。作为初中生的他也可以搭电车了，但是阿凑让小四绝对不要告诉大哥，因为一旦告诉大哥，他肯定会请假带他们去。如果告诉老二，老二肯定也会告诉大哥。但其实阿凑是想向2个哥哥证明自己也能够带好弟弟。阿凑回去后就拿出了自己的小粉珠，掏出所有的零花钱。坐电车大概200日元左右，小四说自己也有200日元，但阿凑却说花钱的事情就交给他。两人聊天的时候没有关门，老二路过门口看见了这一幕，他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几天后，阿凑带着小四坐车去了庙会现场，他看得出小四非常开心。烟花是晚上8点，他们来的比较早，阿凑决定先带弟弟逛一圈。小四虽然年纪小，
但比阿凑看起来还成熟。不过阿凑性格活泼，很快就带着弟弟开始玩游戏了，还一起去吃了棉花糖。期间小四提醒哥哥别玩太过头，没有回家的车费咯。阿凑想了想，检查了一下钱包，确实得收敛一下了。这个时候有路过的一家人和阿凑擦肩而过，看着一家人和和美美，阿凑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父母，他都有些记不清上一次一家人来庙会是什么时候了，只记得那个时候大哥去上大学了，小四睡着被父母抱在怀里，父亲非要牵他的手，害怕走丢。阿凑想起来就回头准备牵弟弟的手，没想到小四却不见了。这下阿凑慌了，坏了，真给弟弟带丢了。另一边，大哥回家就看到老二在收衣服，兄弟俩决定去隔壁把弟弟接回来做完饭。没想到却听说两个弟弟不在，听宇多他们说兄弟俩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大哥就猜到肯定是阿凑干的。此时他们听见外面有烟花大会的声音，老爷子说最近烟花大会提前办了。老二顿时意识到之前两人偷偷摸摸聊天是干嘛了，于是兄弟俩赶紧去找人。大哥叹气，想去看烟花就直说嘛。但老二却能理解阿凑的心情，估计是知道大哥很忙，不想给他添加负担。可恶，老二真的好靠谱啊 ，ski。被大哥吐槽，他这样跑出去不是更添负担了吗？老二表示阿凑恐怕只能想到这样的办法了，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照顾大哥和小四。此时阿凑正在到处找弟弟，因为冲得太着急，还不小心摔倒了。烟花已经放了出来，阿凑想起父母已经离世，他作为哥哥却把弟弟照顾丢了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大哥已经找了过来，阿凑以为自己要挨骂，没想到大哥先关心他摔伤的膝盖。阿凑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，他正想说自己把小四搞丢了，没想到老二已经带着小四走了过来。小四看到阿凑膝盖受伤，赶紧抱住他，甚至主动说自己把哥哥搞丢了，还表示自己手上有创口贴，乖乖靠谱的小孩哥。阿凑其实很想帮家里面的人分担压力，最后一家人一起看了烟花。大哥并没有责怪他偷偷带弟弟出去，老二也什么都没有说。最后小四被大哥抱到了肩膀上，但没想到烟花竟然这么漂亮，很感谢阿凑带他出来看烟花。阿凑有些不好意思，大哥却说明年他们再一起来看，以后每年大家都一起来。被老二吐槽有女朋友怎么办，不会打算不结婚吧？大哥感觉膝盖中箭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他告诉阿凑自己这段时间睡眠不足，拜托他明天帮忙洗衣服。阿凑的眼睛都亮起来了，于是老二说自己可以教阿凑怎么晾衣服。阿凑支支吾吾地答应了，虽然已经失去了父母，但兄弟四人还是互相扶持着生活下去了。阿凑总觉得老二比他大11个月，但还是同岁。二阶堂老怂恿他叫哥哥，他不太愿意承认老二是哥哥，除非二阶堂也管老二叫前辈，毕竟他们现在可是同一个年纪。此时宇多来约两人出去吃便当，阿凑这才发现自己忘了带，但这个时候隔壁班的老二找了过来，原来他把便当一起带过来了。此时二阶堂还故意叫了老二一声前辈，邀请他一起过来吃午餐。老二先看了阿凑一眼，他没拒绝就同意了。阿凑和宇多一起玩的时候，二阶堂就问老二为什么对阿凑那么好。要知道阿凑从不喊他哥哥，态度也挺傲娇。因为二阶堂是独生子女，所以不了解兄弟之间该怎么相处。老二没吭声，其实他一开始也不喜欢阿凑，他和大哥的年纪相差10年，然而他出生11个月后，阿凑就出生了，两人之间相差只有11岁。他懂事以来，阿凑就是家里的小霸王，因为他生性活泼又爱调皮捣蛋，所以父母总得盯着他。老二从小就懂事，
有时候担心会打扰父母，所以得了奖励也打算晚上给父母看。但是一到晚上，阿凑又发烧了，他的奖励又没能分享给父母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的老二其实很嫉妒阿凑。阿凑因为是早产儿，所以体弱多病，时不时会高烧。家里人大部分心思都放在阿凑身上，而老二又太过懂事，从来都不争不抢。好在大哥及时发现老二写的字，还夸他非常聪明。那个时候的大哥正好上高中，因为学业和社团活动很少在家，但大哥一直是老二心中可靠的存在。当老二再一次被夸奖的时候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给母亲看，却没发现旁边的阿凑动了心思。回去后的老二本来打算把卷子拿给母亲，却发现上面被涂了涂鸦，并当场逮到阿凑手上有蓝色的蜡笔痕迹。生气的老二哪里能忍，兄弟俩立刻打了起来，但阿凑根本不是对手，直接被推的脑袋磕在墙上，起了个大包。母亲找过来的时候，阿凑就说是哥哥推的。好嘛，全家唯一一个熊孩子就是你啊，看得我血压飙升。母亲说，老二作为哥哥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当时老二的心态就崩了，他不想承认自己是哥哥，明明自己和阿凑年纪相同，也读同一个幼儿园，为什么他就得是哥哥，还必须得让着阿凑呢？正好大哥回来，赶紧上楼问老二怎么了，却发现老二后脑勺也被摔了个大包，还是阿凑刚才推的。大哥赶紧下楼给他冰敷，还问老二为什么不告诉母亲他也摔疼了。老二委屈的大哭，他不是疼，他只是在想，如果阿凑再出生的晚一点，他是否能像大哥一样做个好哥哥。大哥算是看出来了，悄悄把自己抽奖获得的玩具给了老二。听说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，老二内心非常开心，他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爱。老二会偷偷看大哥给他的玩具，结果这天却被阿凑发现了，不妙，感觉要糟。果不其然，当天下午阿凑就翻出了玩具，不过被老二逮住了。他立刻冲过去要夺回玩具，阿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下意识地藏起来，结果争抢中玩具不小心摔坏了。老二终于受不了这份委屈，尤其是阿凑还说是他先抢才变成这样的。他本来想找母亲告状，可又想起母亲说他是哥哥的话，一怒之下口不择言，他说阿凑要是没有出生就好了。随后又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迅速冲出了家门。母亲回头就发现老二不见了，只有阿凑一个人神色落寞。怎么说呢，一半是自己做出来的哈。而哥哥放学后在路边看到了老二，两个人沟通一番。老二说自己无法像大哥一样对弟弟好，因为阿凑老是惹他生气，他觉得阿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哥哥说他比老二大了一轮，所以看弟弟只觉得可爱，有点像爷爷看孙子。看来男妈妈是从小养成的。他说老二和阿凑年纪相仿，但他又确实是阿凑的哥哥。正因为是弟弟又聪明，学什么都快也优秀，恐怕阿凑和他相处会很有压力。哥哥说这份压力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喜欢和憧憬，所以他才会想追上老二的步伐。但怎么都追不上，就会手足无措，久而久之态度就变了。老二这才意识到，阿凑可能想变得和自己一样，因为大哥说了，老二不是也很憧憬他吗？大哥带着老二回到家，母亲说阿凑似乎有些不舒服。老二和大哥对视一眼，他回到房间对阿凑道歉，说自己不该说那么过分的话。没想到阿凑也哭着道歉了。那个玩具被他收起来了，他尝试修，却怎么都修不好。看到这一幕，老二突然就释怀了。弟弟太笨了，做哥哥的就稍微让着他一些吧。大哥说的没错，阿凑其实一直都想变成像老二一样体贴的人，他一直在尝试努力。而老二把自己当做哥哥后，开始照顾阿凑的想法。他发现在教会阿凑后，
阿凑会把他做的所有事情告诉给母亲，还让母亲一起夸他。当哥哥之后再看阿凑，其实就很可爱了。所以老二回答二阶堂，自己对阿凑好是因为阿凑是他弟弟。二阶堂作为独生子女，无法理解他的想法。没想到老二却说，阿凑对他越凶，就越代表他喜欢自己。这样一想，就觉得弟弟更可爱了。这一瞬间，二阶堂觉得阿凑就像佛祖手里的孙悟空一样，被老二拿捏得死死。小四和隔壁邻居家的和哥关系特别好，因为小学放学比较早，家里没人，所以他放学后都是去邻居和哥家待着。邻居的爷爷非常照顾他们兄弟，和哥吃完点心后就躺着睡着了。于是爷爷带着小四下象棋，终于知道小四性格沉稳是怎么回事了，跟老人家学的呀。才小学1年级的小四也想着要如何帮助哥哥。一家4个人就只有阿凑最不着调。何宇多放学后就冲回来问小四和何哥要不要去踢足球。小四摇头说何哥还在睡觉。于是阿凑和宇多就冲了出去。如今他们家和隔壁爷爷家已经亲如一家了，但其实在父母去世之前，两家没什么来往。父母刚离世那会儿，哥哥当时还是大学生，每天都会在幼儿园放学之前猛冲回家。那个时候小四就非常懂事，觉得哥哥只要把他送到上晚课的托儿所，就不必这么麻烦了。但他也猜出哥哥考虑到父母刚离世，又让他和幼稚园的好朋友分开会不习惯，所以宁愿自己忙一些，也要小四早早回家。也是那个时候，他们发现邻居的爷爷一直在看这边。回家后发现兄弟4人都被盯过，一开始大哥还觉得爷爷怪吓人的，但老二却不这么认为。大哥仔细一想，莫非老人家是在担心他们家没有父母，管不好孩子？父母刚离世时，家里的亲戚准备把年幼的孩子带走照顾，他们觉得大哥无法照顾好弟弟们，但大哥当力排众议，坚持要亲自照顾弟弟们。我的男妈妈！他甚至还给弟弟亲自缝手帕。小四当时挺想说，其他小朋友带去的都是在店里买的毛巾，而且大部分孩子都是用马克笔写的名字，可是哥哥却亲自给他缝了名字和手帕。但他一直这样熬夜，累得不行，终于有一天没能在小四放学之前赶回家。小四回来发现家里没人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等大哥回来。此时的大哥因为太累了，吃完晚饭就睡着了。室友，我们知道他平时很忙，都不忍心吵醒他。蹲在门口的小四其实并不介意大哥把他送到托儿所去，毕竟在班上也没什么朋友，而且大哥为了照顾他，连打工都不干了。之前大哥打工还给他买过玩具，当时看起来挺开心的。小四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太小牵连了哥哥，毕竟当时其他亲戚劝哥哥把他们送走，他们3人都听见了。大哥一口咬定要亲自照顾，小四觉得要是自己能再快点长大就好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对面的爷爷走了出来。小四担心大哥在邻居间的风评被害，赶紧解释，哥哥只是大学的课业太忙，今天只是偶然的事件。没想到爷爷却说他进不了家门，就先到自家等吧，还给他准备了苹果汁。小四在爷爷那里有种被当大人对待的感觉，非常新奇。爷爷甚至还对他做了自我介绍，这和小四遇到的其他大人不一样，大家看他聪明就会夸他可爱厉害。爷爷担心他无聊，想给他放 DVD 看，没想到打开电视却是大合剧。小四觉得非常有趣，反而跟他一起看了起来。大学里的大哥终于睡醒了，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，顿时大喊着弟弟的名字冲了回去。而此时小四和老爷子还在一板一眼的对话。两人明明都是爷孙辈了，但小四的性格比较老成，听说爷爷的孙子孙女都在远方，奇怪的是他手里竟然有小孩子看的 DVD， 还以为是爷爷自己喜欢看，
然后赶紧解释自己不该偏见。没想到老爷子却摇头，他说他一直想跟他们一家搭话，自从四兄弟的父母去世后，老爷子也希望能帮上一些忙。难怪他们老觉得老爷子的视线落在身上，他只是不善表达。DVD 也是他提前买好给小四准备的，因为他们的父母以前也只是点头之交，考虑到自己年纪这么大，突然搭话也挺不好，所以老爷子一直在犹豫。而性格沉稳的小四和老爷子很聊得来，他说了自己其实不介意被转学到托儿所。老爷子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哥。小四认为大哥在父母去世后一直想让他们过得幸福，如果自己这样说是否定了大哥的努力。但看到哥哥这么累，他心里很难过，因为自己年纪还小，哥哥总是要抽时间来照顾他，可明明大哥也只是一个大学生，如果自己再长大一些就好了。老爷子却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不必如此着急，童年是十分珍贵的，现在的小四反而过于成熟了。因为两个人还挺聊得来，小四说老爷子是第一个能让他这么轻松说出心里话的人，他非常感谢爷爷和他搭话。此时大哥已经找了回来，他对弟弟道歉，说自己不该这么晚才回来，听说弟弟一直在被爷爷照顾，他对爷爷表示了感谢。爷爷却说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在下班回来之前让小四先在他家待着。可大哥却想起了亲戚说的那些话，他下意识地拒绝了。老爷子叹了口气，回到屋内。此时小四终于鼓起勇气，他说自己想放学后待在爷爷家，并不是说哥哥没有照顾好他，而是因为他和爷爷是朋友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大哥牵着小四的手去找了爷爷，并对昨天的唐突表示歉意，又说明了自己即将参加教学实习，如果爷爷愿意在他回来前照顾小四，他很感激。老爷子终于露出笑容，表示自己能帮上忙真是太好了，而且有人能陪他说话，这让他很开心。之后就有老爷子来送小四上下学，还在这段时间教会了他下象棋。再之后没多久，宇多一家就来了，小四和何哥一起转学到了托儿所，之后也会经常来爷爷家玩。爷爷是小四第一个挚友，何哥是第二个好友。这个时候，大哥和何哥的母亲也回来了，两人回家路上正好遇见，大哥被抓过去帮忙拎包，老二也被阿凑他们给拽了过来。小四非常喜欢现在的每一天。大哥今天要去参加同学会，临走前再三嘱咐三个弟弟一定要好好吃饭。小四说这是难得的同学会，一定要玩得开心。大哥工作2年了，毕业后就很少见到那些同学了。这2年他每天的生活都是照顾弟弟们和工作，真希望今天能够找回久违的青春感。大哥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受欢迎，毕竟长得帅气又很靠谱，不少妹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呢。不过大哥高中似乎也和妹子交往过，但听说是分手了，具体理由是啥也不清楚。而大哥在会场见到了从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好友，其他高中同学有6年没见过了，现在再见还真是有一种恍然隔世感。此时有好友问他们还记得关口吗？大哥有点印象，对方高中的时候非常沉默寡言，一直躲在角落，没想到6年过去已经成为了社长了，好像是大学创业成功了。大哥十分感慨，果然有厉害的人物啊。不过出社会之后也有2极反转的情况，比如以前很受欢迎的帅哥，现在一听说是自由业就没人搭理了。好友说大哥是老师，还是很稳定的。此时3个妹子找了过来，众人说说笑笑吐槽最近的工作，顺便暗示大哥有恋爱的想法哦。听到其他同学聊天，说存钱准备和恋人结婚，还要出国去上海谈生意，大哥有一种哇，他们好成熟了啊。他苦笑，果然和高中时期不一样啊。此时众人问大哥，教师的薪水应该也不低。大哥说薪水确实不错，
但是他平时不怎么用得上。众人听说他家里有小孩，还以为他结婚了。大哥摇头，他说大学的时候父母意外事故去世，自己一个人在照顾3个弟弟。众人顿时露出心疼的表情。大哥一看气氛不对，立刻转移话题，开始吐槽，表示养孩子简直不容易，你是不知道青春期的男孩有多难吃，10斤一袋的大米转眼间就被吃空，新入职的教师拿的薪水一下就被蒸发了。而且考虑到弟弟们还是发育阶段，连做饭都需要惦记营养均衡，每天抢促销活动，思考做什么菜比备课还难。而且阿凑还非常的调皮，动不动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，他有时候一次都洗不完，甚至在采购的时候想用奖金买带烘干机的大型洗衣机。而且老二和老三还要考虑升学的问题，虽然私立学院学费很贵，但好在父母的遗产和赔偿款可以勉强应对。他一聊起家庭情况就滔滔不绝，俨然一副陈家男妈妈的形象，很快就把其他人给吓跑了，给好友都看沉默了。大哥从厕所出来，正好听见隔壁3个妹子在讨论他。之前妹子还说要追他试试，不过现在却改口说不太喜欢这种类型。要知道大哥曾经可是学院里数1数2的大帅哥，怎么几年不见变得像老头和中年妇女了？大哥顿时受到了冲击，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孩子，明明话题很无聊，却滔滔不绝。大哥当场就裂开了，婉拒了好友和其他人开第2轮的邀请。他本以为这次能够体验到高中时期的青春感，没想到却跨越性别的鸿沟，成了中年阿姨。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，却被身为警察的宇多母亲发现了。发现他精神状态不对，阿姨决定带他去喝酒解闷。阿姨得知大哥在同学会上聊起照顾弟弟的事情，被吐槽成中年妇女，顿时忍不住笑了。大哥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他才23岁呀！阿姨叹气，就是嘛，说他是大叔都行啊。阿姨表示她在职场也被这么吐槽过，毕竟没有哪个未婚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。大哥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平时对好友还有其他同事也说过照顾弟弟的事情。阿姨安慰他，没事儿，那些人并不在意聊天的内容，只是因为这些事和大哥有关，所以才愿意听他说。大哥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些朋友。但阿姨挺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说大哥是中年妇女了，她这并不是在嘲讽，而是在夸大哥，因为大哥身上的母性光辉比某些妈妈还要强。对，靠谱且帅气的男妈妈 ski。 要知道大哥可是相当厉害了，一边当高中班主任，一边还一个人照顾3个弟弟，尤其还是3个容易生病受伤的男孩。虽然阿姨家是女孩比较调皮，但大哥绝不容易，就连宇多都跟他说过想吃大哥做的便当。阿姨问大哥是不是被母亲影响了，所以才会这么努力地照顾他们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哥小时候母亲经常不在家，父亲是一个没名气的小说家，主要靠母亲兼职维持生计，而父亲平常会在家工作，所以大哥并不算一个人。但是他每天吃的都是母亲提前做好，或者是父亲简单做的料理。但是在大哥上初中的时候，父亲的小说突然爆火，所以他们就搬到了现在的家中。在之后，老二和老三就出生了。之后每天的饭桌上都会摆着母亲精心制作的饭菜，对当时还是孩子的大哥来说，每一样菜都非常的新鲜。那个时候他还在餐桌上和2个弟弟说，真羡慕他们每天都能吃到这么丰盛的饭菜。而那天母亲收拾完餐具后突然找到大哥，他说自己小时候也想这么照顾大哥，可是太忙一直没空，很抱歉。那一天晚上大哥非常后悔，他说那句话并没有责备母亲的意思，但无心的话却伤害到了母亲。这也证明母亲以前一直想照顾他，只是抽不出空。所以在父母去世后，大哥下定决心，以前父母想为自己做的事情，他也要尽可能的做到，这样才能照顾好弟弟们。
意识到自己不小心把话题带得太严肃，大哥刚想道歉，却发现阿姨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这个孩子真是太好了。但大哥却说自己并没有阿姨说的那么好，他每次照顾弟弟们总是会理所当然，不管什么事都以他们为中心。让大哥难过的是失去了自我，在周围同龄人踏上社会歌颂人生的时候，而他却只能照顾弟弟，这让他不禁思考，如果不用管弟弟们，自己是不是能和大家一样享受人生呢？可他非常讨厌那样想的自己，明明当初是他决定要照顾弟弟们，现在却在设想没有他们的生活。没想到阿姨却毫不在意，她表示自己这个亲生母亲也会每天产生没带孩子的人生会是怎样的。每次孩子们给添麻烦的时候，她都会想收拾这群家伙。她这个做亲生母亲的对自己孩子都是这样的态度，更何况大哥还只是哥哥呢。养育孩子就是这样的，她让大哥放轻松一些，因为他应该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瞬间。两人沟通一番后，大哥心里舒畅了很多。回到家的大哥以为弟弟们都睡着了，没想到一进门却迎来了礼炮，3个弟弟对着他欢呼生日快乐。大哥这才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。老二说他果然忘记了。制造惊喜的3人很是开心，他们还给大哥做了蛋糕，不过蛋糕胚是在超市买的。大哥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赶紧吹了蜡烛，还拿到了生日礼物，是3人凑钱买的一条围裙。因为大哥之前用的围裙已经坏掉了，而且老3还在上面粘了很适合大哥的贴纸。大哥转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妈咪！被大哥吐槽，难道不是哥哥吗？兄弟3人表示因为预算太高凑不齐字，另外还有3人的1年份按摩券。原来3个人早就在暗中谋划给他过生日，幸亏他在12点之前回来了。大哥感动地抱住3人，感慨阿姨说的果然没错啊。他起劲的烦恼和难过都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被治愈。之后大哥还把几个券给裱了起来，被老3提醒早点用，会过期的。阿凑和宇多准备去建设秘密基地，阿阶堂跟老二路过，纷纷表示有事勿扰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一个男同学突然脸红叫住宇多，能拜托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宇多完全没意识到发生什么，点头答应了。阿凑疑惑，这个人是宇多的朋友吗？二阶堂叹气，这明显是来表白的呀。要知道，宇多虽然性格大大咧咧，但仅看外表绝对是个美少女，在学校应该还是蛮受欢迎的。不过阿凑和老二完全没往那方面想过，二阶堂也能理解他，毕竟前段时间阿凑心情不好，他都看得出来是因为老二，但宇多却以为阿凑生理期到了，当然这只是在开玩笑。旁边的二阶堂表情复杂，阿凑顿时气鼓鼓地走了。二阶堂也是那个时候确认，不管宇多长得再怎么好看，他也不会把对方当女生。旁边的老二还问阿凑为什么生气，阿凑只口不提那个话题，而宇多冲回来却说自己被表白了。众人问他答应了吗？宇多表示答应了，虽然不认识对方，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啊。被老二吐槽，这话就像渣男说的。阿凑听说自己最好的朋友有了对象，顿时觉得好酷啊，这样也太像大人了吧。而且听说周末要约会，阿凑十分震惊。二阶堂和老二转身离开，无语啦，2个笨蛋。于是建设秘密基地改成了紧急会议。阿凑表示约会肯定要穿平时不穿的衣服，于是宇多掏出了他奶奶从中国给他带来的 T 恤，宝，答应我别穿这玩意儿，秃爆了。眼看两人的话题都快偏移到小学制服了，小四觉得不妙，赶紧站出来表示，不如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，比如高中的时候就交过女友，问问他喜欢女友穿怎样的衣服吧。两人顿时双眼发光。于是阿凑打电话问大哥喜欢女友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大哥感觉他是来扎自己心的。
不过一听是可爱弟弟问的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叉屁。阿凑听完之后表示，感觉你的想法好龌龊啊，不过挺有参考意见的。电话被挂之后，大哥表情复杂，这是报复吧？老二默默转移视线，此时的阿凑已经开始按照大哥给的描述给宇多挑衣服了。宇多深信不疑，觉得他不愧是自己的挚友。阿凑问宇多的男友叫什么，宇多说好像是3班的谁谁。坏了，连对象名字都没记住。虽然宇多表示之后会认真记住，但总觉得一颗纯情少男心马上要裂开了呢。晚上做饭的时候，大哥听说了这件事，十分感慨，觉得他们都到这个年纪了，还问老二有没有被表白过。阿凑觉得自己先说这个话题，为什么先问老二？大哥没办法，也问他有没有被表白。阿凑说现在还没有，不过他很帅，肯定会有的。大哥无奈说阿凑接下来会很寂寞吧，毕竟宇多交男朋友了，他一个男生不能再走得太近，不然对象肯定会吃醋的。阿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不对，顿时抑郁，表示自己不吃晚饭了。晚上老二洗完澡去哄他的时候，却发现阿凑竟然发烧了。大哥惊讶，明明这段时间阿凑都没有发过烧了，要是今天退不下去，明天还得去医院。而阿凑是被失去好友的重击给击败了，他的秘密基地还没有建设呢。于是第二天老二放学和宇多一起回来，宇多听说阿凑发烧养病，于是把自己忍着没吃的水果递给了老二。要知道宇多性格大大咧咧，他能忍住不吃最爱的水果，简直是奇迹。宇多挠头，阿凑可是他的挚友，而且他也没有别的零花钱买礼物，委托老二转交是觉得阿凑需要敬仰。老二转交水果的时候还特意说了这件事。阿凑啃了一口水果，没法和宇多一起玩，这件事他不能接受，尤其是宇多，因为一个名字都不记得的陌生人导致他们友情破裂。要知道几年前宇多他们刚搬过来时，大哥就带着他们上门拜访了。那个时候宇多还是一头短发，当时他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于是约会当天，阿凑把老二还有二阶堂都叫了出来，并表示自己准备搞砸他们的约会。老二姐是因为阿凑深思熟虑，觉得友情不能遭到不认识的人的破坏，并为此发了一场大烧，于是决定干这种事情，被二阶堂吐槽是小朋友吗？结果这个时候宇多冲了出来，上来就叫错了对象的名字，而阿凑发现他穿的真是自己选的衣服，心中想一定要暗中破坏。而此时宇多告诉对象，自己的零花钱已经用光了，今天去玩一些免费的项目吧。没想到对象却说他可以出钱，毕竟他是男朋友。宇多震惊，男友竟是如此便利之物。于是三人就发现宇多一直在吃，都不知道他胃是什么做的。阿凑一点破坏计划都没有，甚至想指挥老二去扒对象裤子。老二摇头，他也会跟着社死，还是算了。而且他们表示人家也是鼓起勇气表白，别这么狠，要下手也是对宇多下手啊。阿凑摇头，宇多才不会因为在公众场合出糗而觉得丢脸呢。二阶堂告诉阿凑，怕搞破坏也是治标不治本，总不能以后人家宇多一交男朋友你就破坏吧，而且你将来也会找女友，要知道女生可是更加讨厌男朋友身边不清不楚的女生朋友哦。老二说他懂得真多。二阶堂说他小学时候交过女友，当时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小孩，关系不错，但女友一直不让他一起玩，还要抽时间来陪自己，最后连课外补习都不让去了。二阶堂受不了就分手了。老二震惊，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二阶堂表示，有些人一谈恋爱，眼中就只能看到对方了，大人里面也有这种类型，当然他说的也是极端个例罢了。将来遇到真的想相处的人，就算对方非常理智，也会想抽时间在一起，到时候和好友相处的时间也会减少。
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人际关系会随着年龄逐渐变化，到这个时候，阿凑是无法破坏的。阿凑转头发现宇多的表情似乎有些落寞，阿凑还是不能理解，为什么长大以后和朋友的时间就会减少，就因为他和宇多性别不同吗？阿凑说自己想和宇多一直在一起，因为父亲去世后，他就认识了宇多和和歌，才从心结中走了出来。此时老二看向弟弟，他表示自己是哥哥，将来不论是长大成人还是结婚，他都会陪在阿凑身边。被阿凑吐槽，你找个远方的嫁了吧。二阶堂无语，这地控成分越来越多了。二阶堂认真地告诉阿凑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他和宇多交往吧。嘎嘎嘎嘎嘎，不会最先脱单的是老三吧？大哥从小四那边知道了兄弟两人跑出去的事情，小四非常沉稳地表示，有老二跟着没事。大哥总觉得老师刚才有一股老父亲的气场，吓得他赶紧问小四有什么想吃的，今晚给他做。小四表示大哥做的他都爱吃，真的一股子老父亲的味道啊。大哥感觉自己快成儿子了。而二阶堂刚说完交往的话，阿凑歪头，交往要做什么呀？二阶堂气得摔倒在地，他说当然是要约会呀。阿凑说他每天都和宇多一起玩，二阶堂却说他们这不算约会。一旁的老二默默地看着并不吭声。阿凑从二阶堂那里借来了手机，搜索交往要做的事情，发现其中还有接吻和更深层次的接触。阿凑突然捂住胸口，他只是想和宇多做朋友，还是不交往比较好。于是二阶堂提议直接让老二和宇多结婚，这样宇多就成了他们的家人，而且老二也不会吃素。阿凑顿时露出了期待的笑容。老二看着弟弟可爱的笑容，扶额表示不行。他本来以为自己为了可爱的弟弟什么都能做，但看来这件事还是不行啊。而此时他们才发现隔壁桌的两人不见了。阿凑刚想追上去，却被二阶堂阻止了。毕竟交对象这种事情，他们没有理由破坏。阿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，当天的晚饭都食之无味。他很想知道宇多今天过得开心吗？之后又去了哪里玩？此时宇多正躺在家中自闭。第二天他甚至没有和阿凑说话，连昨天发生什么都没提。而此时二阶堂告诉阿凑，他不用如此拘谨，毕竟宇多才刚交对象，而且男友也没有表示要吃醋的意思，他说的那些话也只是假设。于是阿凑邀请宇多放学一起回家，没想到一向活泼的宇多却沉默地拒绝了。阿凑大受打击，老二得知后有些担忧宇多成了二阶堂说的恋爱脑。两人心疼地看向阿凑，要不咱们陪你去建设秘密基地？阿凑难过，不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两人叹气，让他静静吧。另一边，宇多被交往对象找到，邀请一起回家。阿凑来到秘密基地，不知道这里还能建设完成吗？他站在身旁，不明白长大究竟代表什么？难道长大让自己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就会消失吗？还是说必须要经历这些才能长大？可明明他还是他，宇多也是宇多，为什么他们非要做出改变？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？他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了。想起两人曾经因为打架大哭的事情，阿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之后他一个人独自建设秘密基地，即使知道宇多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二阶堂他们都看出阿凑不在状态。自那天被拒绝之后，宇多就再也没跟阿凑说过话。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阿姨，阿姨说阿凑最近没来家里玩，是不是和宇多吵架了？还说宇多最近一直在努力练习空手道，但老师总说他不在状态。阿凑告诉阿姨，宇多现在在和人谈恋爱，没想到阿姨扑哧一声，表示根本不可能。她表示自己也是个女人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
真正恋爱的少女虽然时不时发呆，但眼神却是欢欣和雀跃的。可是宇多眼中并没有那些东西，所以他才怀疑两人吵架。阿凑来到山上，却在那里看到了宇多。原来他因为练习走神，被老师拎出了空手道教室。阿凑犹豫了一下，问他对象的事情，问完之后又有一点后悔。宇多心情看起来很低落，一问才知道，一开始宇多还挺开心的，毕竟一直都有吃的。直到进入汉堡店后，那人突然说宇多说话很像男生，还提醒他要更像女孩子一些，坐着也不要把腿张开，因为她是女生嘛。宇多的心情一下跌落谷底。对方还说，因为宇多难得长得那么可爱，行为举止就更应该像女生一些，这就指指点点上了，吃我两脚。如果喜欢一个人不是喜欢他的本性，而是外表，那就只是浮于表面的喜欢。之后宇多就一点不开心，觉得自己的举动被束缚了。阿凑听到这里非常生气，他说宇多不开心是当然的，因为那家伙否定了他，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宇多身上了。他就从来没见过阿凑像个女生的样子，他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宇多。阿凑说喜欢一个人不就应该喜欢他原本的样子吗？如果强行用男女分别加在宇多身上，那就是根本没有好好了解他。宇多犯不着被这样的人摆布啊！宇多就是宇多。宇多忍不住哭了，他说阿凑说得对，自己不应该被束缚。他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因为那人说的话而难过，但现在他是开心的眼泪。阿凑果然是他最好的朋友。阿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于是两人握手，表示要继续盖基地。之后宇多找到那个男生提出了分手，并为自己的草率答应而道歉，但好像因为他道歉的非常认真，还引起了周围的骚乱。之后两人继续建设基地，二阶堂和老二也被抓了过来，而且因为两人帮忙还获得了通行证。二阶堂有些疑惑，一般男生和女生在高年级之后就很少一起玩了，他有些好奇，两人从一开始就这样保持友好关系的吗？老二想了想，摇摇头。其实一开始宇多他们家搬到隔壁，大哥准备带他们去认识一下同龄朋友，不过那个时候阿凑就放话，绝不要什么朋友。嘴上是这么说的，但大哥晚上看兄弟们睡着没，就发现阿凑在掉眼泪。第二天大哥还是带着三人上门拜访，一开始阿姨还以为大哥是他们三的父亲呢。解除误会后，他把小儿子和哥介绍给众人认识，但女儿宇多当时非常叛逆，张口就是我绝不需要朋友。回去后老二感慨自己没自信和那人成为朋友，没想到之前还说不要朋友的阿凑却突然很欣赏宇多。大哥被他这一前一后的态度震懵了。老二翻出漫画说阿凑昨天说的是这句台词，他估计是想成为这样的角色。而小四却说他和和哥应该能成为好朋友，还约好了明天一起玩。于是第二天三兄弟就找了过去。小四和和哥相处得很不错，但宇多一直拒绝沟通。不过阿凑没有放弃，而是一直缠着宇多，就连老二都劝过阿凑放弃，不过阿凑一直没有答应，他老是去纠缠宇多玩。当时还是酷酷的宇多爱答不理，不过还是帮助了阿凑。宇多表示他不打算在这个城市久住，阿凑没有和他交朋友的必要。没想到阿凑却被帅得头皮发麻。吃饭的时候，和哥问母亲什么时候能见到父亲，母亲本来想打个幌子糊弄过去，没想到宇多却告诉弟弟他们见不到父亲了，因为母亲的缘故，他们再也见不到父亲了，只要他们还住在这里。和哥被吓了一跳，扑到爷爷的怀里大哭，母亲也很无奈地捂住脸。不久后，大哥放暑假修理院子，正好遇到出来打扫卫生的阿姨，于是他邀请对方帮忙试吃小饼干，毕竟自家弟弟经常打扰，之后还会给他们家送一点过去。阿姨说这个饼干味道不错，宇多一定会很喜欢吃。如果是以前的宇多，性格是相当活泼的，
只是她一直没有告诉孩子自己和丈夫离婚的理由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她的丈夫多次出轨。之所以不告诉孩子，也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肮脏的事情。正好此时阿凑闻到饼干的香味下楼，就听见阿姨说，宇多觉得她把家庭搞得分崩离析，导致她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们分别，恐怕因此还在憎恨自己。看到阿姨流眼泪，阿凑心中十分难过，他无比想念的母亲去世了，而宇多却不珍惜疼爱自己的母亲。大哥告诉阿姨，孩子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方式，父母刚离世时，他还担心弟弟们会不会寂寞，但他们却接受了现实，并为了今后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。大家都忍受着孤独和悲伤。一开始他还担心阿凑会不会难过，但自从宇多来后，他似乎又打起了精神。所以大哥很感谢他们的到来，也希望宇多能喜欢这里。此时阿姨已经找到宇多，并告诉他，阿姨可是他母亲，怎么能够弄哭自己的母亲呢？宇多却认为阿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两个小孩一怒之下就打了起来。不是，王八拳怎么画得这么流畅？宇多确实不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，他觉得是母亲突然和父亲吵架，然后自己被带到了这个城市，还被迫改了名字。阿凑被摁在地上捶了一顿，他流泪告诉宇多，既然不知道，就和母亲好好聊聊，至少他还有能够说话的母亲，可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宇多这才知道阿凑的父母离世了，他疑惑为什么阿凑看起来不难过。阿凑说他们都很难过，可要是有人露出难过的表情，家里的氛围就会变得很消沉，所以家里的兄弟们每天都保持很开心的模样。宇多叹气，感觉半夜能起来扇自己耳光。他表示自己会和母亲好好聊聊。于是两人回到大哥那里，阿姨正好准备离开，看见两人破破烂烂的模样，顿时大惊。不过阿姨习以为常，已经知道女儿估计也动手了。此时宇多问母亲为何要和父亲分开，母亲直接坦白了，他父亲多次出轨，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离了婚，也算是牵连了两个孩子。没想到宇多却惊讶地说，原来那些人是小三呀。搞半天，宇多他爸经常带宇多去见别的女人，那些女人还说要请他吃好吃的东西，但要求他不准告诉母亲。阿姨听到这里怒火中烧，不是，你这个叛徒！于是宇多和阿凑看着阿姨收拾了闺女儿一顿。不过事件也算是圆满结束了，宇多坦诚心意和阿凑交上朋友。这个时候阿凑才想起来明天要去学校，暑假过去，他连暑假作业都没写啊。他本来想拜托老二帮忙，但老二却说，你得先承认最好的朋友还是同岁的哥哥更靠谱。但是大哥却不允许他抄作业，所以最后阿凑的作业还是没写完。第二天看见穿校服的宇多才知道她竟然是女生。不过是男是女都无所谓了，反正他们是好朋友。二阶堂从老二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故事，老二表示他们两次那之后关系就很好，不过再好也无法超越自己和弟弟这种亲兄弟的关系。二阶堂无语，你这个地控真是够了。小四最近有一个想隐瞒的秘密，学校通知他们要让家长来学院参观上课。小四看到单子后十分犹豫，就连下棋的时候都心不在焉。老爷子看出他的状态不对，正想说些什么，邻居通知要开居委会，于是他只能先去开会。何哥便拉着小四去玩玩具，他也发现小四有点走神，于是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可以跟自己诉说。小四表示自己没什么烦恼，没想到何哥突然哭了起来。他说自己不够可靠，不像爷爷那样能帮助到小四，吓得小四赶紧抓住何哥的手。他表示何哥也是他重要的朋友和精神支柱。没办法，小四只能告诉他自己的苦恼，其实是因为教学邀请，他不打算把这个单子给大哥，因为参观的那天是工作日，如果哥哥听到的话一定会请假过来。
何哥说他的母亲也是工作日请假过来，可小四却认为哥哥太累了，他在除了是自己哥哥之外，还是高中的老师。小四觉得哥哥也有自己的学生，最重要的是每天回家备课到很晚，非常累，所以小四不想给大哥添麻烦。何哥觉得小四真是个温柔的人，他决定帮小四隐瞒参观教学的秘密。只是两人不知道，爷爷回来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此时何哥还在担忧，如果自己把单子给母亲，对方说不定会告诉大哥。小四摇头，到时候露馅了，他再坦白吧。没想到何哥却表示他也不把单子给母亲了，但小四觉得不能连累他。何哥摇头，母亲不来也没关系，他可以和老师一起上课啊。没想到这个时候老爷子走了出来，他表示自己不小心听到了两人的秘密，但他却认真地问两人，真的准备对家人保密吗？面对小四肯定的眼神，老爷子想了想，答应帮他们一起保密，并表示两人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自己可以作为何哥的爷爷以及小四的朋友去看他们上课。小四无比羞愧，自己竟然有一瞬间怀疑好友了。之后他们调查了阿姨的出行记录，发现阿姨那天正好有外勤，所以他们只要在当天之前把参观日的事情瞒住就好了。所以三人定下契约，一定要在参观日之前瞒住家长。于是有秘密的小四在餐桌上看起来十分怪异，但是小四虽然隐藏了秘密，以为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，却没有料到阿凑也不小心听到了，而且也努力地在餐桌上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事情就是这么巧妙，就在小四他们查日期的时候，门外的阿凑和宇多听到了全过程，两个人满头大汗，下意识开溜了，只恨自己为什么要知道真相。阿凑在犹豫他们应该怎么办，宇多却认真地说，小四难得提出这样的意见，爷爷和何哥一定是理解才支持他的，所以他们只需要尊重阿凑的想法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装作没听见。但其实阿凑一直在犹豫，因为这是小四上小学第一次家长参观活动。要知道自己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一直在惦记母亲会不会来参观。当看到母亲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十分开心，就算答不来的题也要举手。但是母亲中途又离开了，因为还要去老二那里。他虽然理解，但内心还是十分难过，希望母亲能一直看着他。所以阿凑犹豫了，趁着小四和老二一起泡澡的时候，悄悄溜进了小四的房间。而此时在浴室的老二捏了捏弟弟的脸颊，他告诉小四，他和哥哥有些相似，所以有困难其实可以告诉家里人。此时小四也有些犹豫，而阿凑拿着教学通知单，他设身处地地想，母亲来参观了他的上课，光是中途离开他就十分难过。他不相信小四不在意这件事。这段时间大哥看起来真的非常累，还要知道学生不足的地方。旁边的同事帮他出了一个主意，大哥无比感谢。此时女老师走了过来，感慨大哥做的便当真精致，原来是大哥为弟弟们练习做便当的时候不小心做多了。两位同事提醒大哥，黑眼圈太重，要好好休息哦。此时阿凑在学校里听其他同学说家长要来，表情看起来有一些寂寞。而阿凑悄悄找到宇多，他说自己打算明天翘课。宇多大惊失色，怎么个事？阿凑说自己打算去参加小四的教学参观。宇多说他们不是打算装作没听见吗？毕竟爷爷说了要去呀。但阿凑认为小四应该是想看到家人的，但是因为关心大哥才忍着不说。他也是小四的哥哥，所以他要代替大哥去看小四。宇多想起自己小学2年级母亲答应要来却没来的事情，虽然当时他理解母亲的苦衷，可还是没办法放下，所以宇多准备帮助阿凑。阿凑说老师明天的参观是在第4节课，如果他一整天都不来上课，很快就会被在同一个教学楼的大哥发现，所以他准备在第2节课结束后翘掉第3、第4节课，前往小四的学校，让宇多帮他跟老师说自己身体不适，先回去了。
所以两人约好明天的安排。弟弟的第一次教学参观，他也是一定要去的。当天晚上，小四没什么食欲，阿凑也没什么胃口，两人都谎称零食吃多了，但大哥只怀疑了阿凑。其实两人是想到明天会发生的事，寝食难安。一旁的老二瞄了他们一眼，主动接过了他们剩下的食物。第二天，阿凑和宇多约好，悄悄来到楼下，准备趁上课铃声响起，大家回教室的瞬间冲出去。没想到老二却出现在他身后，还坏心眼儿的一声不吭。等阿凑紧张起来后，突然开口问他是在躲猫猫吗？阿凑吓了个半死，但老二怎么都不肯放过他。此时上课铃已经响起，阿凑只能向老二低头说自己要参观小四的教学日。老二听后却笑了起来，原来他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，这样的话他也得跟过去了。估摸着大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，别忘了他也是小四的哥哥，而且指阿凑怎么能代表大哥呢？于是兄弟俩一起翘课了。正好宇多也帮阿凑请到了假。阿凑看起来非常紧张，老二让他放松一些，主要是他们这个时间段的学生不应该出现在街上，很有可能引起警察的询问。果不其然，就有一个阿姨问他们为什么在外面。没想到老二掏出了纸和笔，表示这节课是课外活动，他们要来街上做调查问卷。阿姨看到如此靠谱，便没有多想，于是老二带着阿凑继续出发，被阿凑吐槽他有点可怕。与此同时，宇多发现这节课的老师突然要去厕所，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老师前往厕所的那3分钟，竟然刚好就遇上了也在厕所的大哥。老师还恰巧问大哥阿凑有没有事，大哥这才知道小木没去上课。而与此同时，门外又有一个老师走了进来，他说听到声音过来找大哥，刚才收到老二的老师通知，老二这节课竟然不在教室。大哥有些紧张，难不成是阿凑身体不适，老二陪着回家了？可是他朝家里打电话并没有人接。就在他紧张的时候，刚才通知的老师又说道，大哥，你这个时候在学校真的没关系吗？原来他的妹妹是小四所在学校的教师，所以他知道今天小学在搞教学参观日。大哥好像一个疲惫的大人，一脸麻木，他完全没听说这件事啊。所以数学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就带着大哥一起。宇多看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。此时阿凑和老二已经来到了小学门口，他们刚准备走进去，就听到后方有熟悉的声音传来。小四的同学还在问他会不会有家人来，小四摇头说没有人来。这个时候老爷子来了，何哥还在跟同学们说那是他爷爷。小四其实有一些寂寞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他下意识回头，发现阿凑和老二都来了。不仅如此，大哥竟然也来了。同学们还在说大哥好帅，小四一脸茫然，他家哥哥怎么都来了？他脑袋没转过来，可考虑到大哥们都来了，决定好好表现一番。看来这一幕肯定会被铭记在心了。小四回去后才知道，从一开始他就暴露了，原来阿凑和宇多都听到了他们的聊天，而大哥和同事连忙换了课，赶上了弟弟的教学参观日。同时女老师趁机把宇多从教导主任那里带了出来，好在他只是稍微被训斥了一下。阿凑赶紧向宇多道歉，但宇多却说没事，只怪他没能瞒住。原本大哥杀到现场抓住两兄弟，本来想让他们赶紧回学校，但是阿凑死活不肯回去，而且老二也发挥了慈悲的劝话。他表示小四不说是为了体谅大哥的心情，作为哥哥他们当然要回报小四，来都来了，不如一起参观，反正翘课的事情已经成了定局。宇多十分感慨，吐槽老二真是可怕，连大哥都能忽悠。没想到此时小四蹲在地上哭了起来，他说自己竟然给这么多人添了麻烦。老爷子和何哥赶紧表示他们也没说，这不是小四的错。大哥认为是自己靠不住才会让小四隐瞒真相。这个时候两位同事告诉小四，他们在大哥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帮忙，所以让小四不用这么担心。
可是小四担心自己会添麻烦，但两人却说他们都是互相帮助，并告诉小四他可以更加依赖自己哥哥一些。此时大哥也蹲下来告诉弟弟，自己或许不是那么可靠，但他希望能尽可能地帮弟弟们做些事情，也想帮助弟弟分担烦恼。小四哇哇大哭，一旁的阿凑都感动得流泪了。小二赶紧表示自己也很在意弟弟，小四无比感谢自己有这样的哥哥们。另外两位同事感慨，本来对于这次翘课事件，他们作为老师应该严肃对待，但其实内心还是蛮想支持兄弟俩。不过这并不是他们无视规则的理由，为他人着想的心情有时候也非常重要呢。而唯一受伤的只有错过合格教学参观日的阿姨了。老二作为家里的次男，长相眉清目秀，做事沉稳，成绩又好，几乎是校内所有女生的憧憬对象。而在男生眼中，他是难以接触的存在，并许愿下辈子也要成为这样的帅哥。而就是这样难以接近的存在，竟然有一个弟弟。阿凑和老二其实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但两人并非双胞胎，而阿凑的性格要更加幼稚活泼一些，所以在同学们眼中只是一个普通男孩，并没有被归类于帅哥的行列。作为学院初中部的巨星老二，却十分溺爱阿凑这个弟弟，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弟控了。在此解释一下，弟控是兄弟情结的简称，只对自己男性兄弟抱有很深的感情或依恋，也有可能两者都有。总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。别看现在老二非常溺爱阿凑，但以前还是会为弟弟调皮而烦恼。直到有一天他顿悟了，意识到弟弟的一举一动都是源自对他的憧憬而产生的扭曲的爱。那个瞬间，老二达到了涅槃的境界，他超脱了，开始觉得弟弟的所有行为都很可爱。但是有这么一个存在能让老二回到现实，那就是他们家的小四。因为阿凑在面对小四的时候也是一个超级地控，这一家子祖传的地控救不了。而面对阿凑和小四，黏黏糊糊的老二，他的内心有那么一些许的嫉妒。时间还得推移到7年前，那个时候母亲去医院待产，阿凑因为见不到母亲嚎啕大哭，大哥只能赶紧哄他，毕竟父亲还在家工作呢，最近又正好是截稿期。大哥告诉阿凑，他马上要当哥哥了。可是那个时候阿凑只想要母亲，还是老二温声细语的哄好了。大哥震惊，哇，这手段真是太妙了。老二还拿自己的话和阿凑的交换，并且把阿凑哄得乖乖的。不过冷静下来，阿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被夸奖不是坏事，所以他决定接受了。但他没想到老二却把他的话放进了迪迪收藏品里了。我靠，这就是地控吗？这些他关于阿凑的收藏，最后反而成了弟弟的黑历史事件簿。而阿凑准备从老二那里了解弟弟的存在，然而他却问到了一个地控身上。老二自从理解了扭曲的感情后，整个人化身变态，对弟弟的感情到了一种极致的可怕程度，觉得弟弟简直就是幸福的象征。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自己的理解，但是阿凑根本就听不懂，于是让老二简单点说。老二表示，就是像我眼中的你会再来一个。阿凑一开始很期待，但仔细想了想，突然沉默。不行，还是算了吧。他心里也很清楚，自己对老二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。没过多久，小四降临在这个家里。一开始阿凑还怎么都不习惯，老二倒是好奇，因为他和阿凑年纪相仿，所以也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。他还带着阿凑去摸小四的脸，没想到小四抓住了阿凑的手指。自此地控之力觉醒，他们有木家的孩子注定都是地控。但是后面的老二就扭曲了，现在阿凑天天照顾小四，自己怎么哄都不肯跟他一起出去玩。大哥发现后赶紧放下录视频的手机，表示自己可以陪老二出去玩，结果老二拒绝了。老二不禁沉思，怎么一切都改变了？要知道在小四出生之前，
阿凑不管做什么都要黏着他，即使有些时候态度恶劣，但都是围着他转，甚至老二有时候都会想一个人静静。然而小四出生之后，阿凑就跟着小四跑了。晚上老二帮阿凑擦头发，阿凑还吐槽老二骗他，明明弟弟很乖，和自己的性格完全不一样，他是绝对不会厌恶小四的。然而对于老二来说，身为弟弟的阿凑在他眼里也有那么可爱。他本以为阿凑的性格会很快厌烦小四，但如果他和自己抱有同样的心态，或许不会那么快厌恶。当天晚上老二还是抱着弟弟睡的，正如他所料那般，新年过去了，如今的阿凑对小四的爱不仅没有减退，反而在不断加深。而老二因为某种不为世人所知的世俗情感而备受煎熬，嫉妒了。小四习惯性地哄阿凑去换衣服，老二没忍住阴阳怪气，说自己和阿凑相处的时间更长。没想到小四认同的点点头，还说真羡慕两人无法插足的感情。老二感觉自己在小四背后看到了桃源乡。然后大哥就发现老二在自我反省，我觉得两个弟弟都很可爱，又心满意足了。宇多母亲终于迎来久违的双休，一家人决定周末去温泉旅行。于是宇多这几天心情很不错。晚上阿凑告诉大哥这件事，大哥感慨不错，没忍住打了个喷嚏，还说最近好像有点降温。不过阿凑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冷。结果第二天大哥就因为感冒倒下了，还坚持要爬起来做早饭，被阿凑给强行按了回去。此时宇多他们一家也准备出发了，三人正好下楼和他们打招呼。阿姨还好奇大哥去哪儿了。小四刚准备说出真相，被阿凑捂住了嘴，说大哥正在厕所，并让宇多他们一家好好玩。等一家人离开后，阿凑才解释道，宇多姐弟俩很期待今天，总不能说出来让人家担心吧。老二和小四感动不已，老二表示今天就由他们来照顾大哥了。三人给大哥做了早饭，还表示一定要帮忙处理家务。大哥感动不已，老二又劝大哥早点去医院，毕竟周六医院只营业到早上。大哥却说他睡一觉就好了，而老二开口就是年纪也不小了，随着年纪上涨，康复速度也会下滑哦。大哥感觉自己已经被当老头子了，于是两边分工，一波留下做家务，另一波陪大哥去医院。本来阿凑是想留下来做家务的，但老二想了想，决定不给康复后的大哥增加工作量，于是把阿凑打发去陪大哥看病，并表示他偶尔也要当一下家里的长子。大哥，可我才是长子呀，不能因为我年纪大就被排挤出去吧？说什么呀大哥，你可是我们所有人的男妈妈。再加上小四的委托，阿凑这才答应下来，因为他经常生病，也算是医院的老人了。一到医院，护士还有医生都以为今天是阿凑生病，结果发现来的人是大哥，嘱咐他吃的清淡一些，好好睡一觉，然后还给开了退烧药。阿凑在旁边拿着本子认真记录，医生还打趣大哥，有这么一个好陪护，他这个妈妈可以放心了。医生还专门给阿凑列了一张食谱，至于做饭就没有必要了，毕竟大哥生病了得好好休息，所以医生贴心地告诉他们，便利店也有粥可以吃，还嘱咐阿凑要好好照顾大哥哦。中午大家吃完饭后，大哥吃了药就去睡了。阿凑以前生病总是吃了药就好了，大哥睡下之后，阿凑摸了他的温度，惊讶地说变凉了。老二和小四无语，这说法总感觉不吉利啊。不过发现大哥退烧还在睡觉，于是老二提出大哥还在安眠，我们先去买晚饭吧。小四无奈，这个说法也不吉利啊。采购食物的时候，阿凑掏出了乌冬面，医生说可以吃乌冬，而且只需要放在瓦斯炉上加热一下就可以了。小四准备也吃这个，于是阿凑表示他要和小四一样。一旁的老二有样学样，阿凑生气地说不准学他说话。没想到老二反而一副被奖励的模样，搞得阿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。中途他们还买了能够提高免疫力的辅助饮料，本以为吃完药大哥第二天就能恢复，
然而第二天他却烧得更重了，众人只能让他吃下退烧药。三兄弟在客厅焦急不安地等待，直到下午大哥都没能爬起来，甚至似乎烧得更严重了。阿凑他们琢磨着去医院，可下午医院关门，他们也没办法把大哥带出去。此时大哥还因为高烧吐了，阿凑看到他这副脆弱的模样，生怕他和父母一样离开他们。在情绪激动之下，阿凑冲出去打电话给阿姨求助，靠谱的阿姨一家杀了回来，并立刻带着大哥去了还在值班的医院。阿凑非常愧疚，他觉得自己破坏了宇多的旅行，但宇多他们其实已经从旅馆出来了，正准备回家，正好就接到了阿姨的电话。爷爷告诉阿凑不用自责，能懂得在关键时刻向他人求助也是一种智慧，而且宇多和和哥他们都表示能帮上忙，比旅行还开心。旅行这种事情下次还有机会吗？阿姨带大哥打完吊水回来，说情况好了许多，不过为了照顾大哥，她暂时住在了幼木家的客房，并且会半夜起来看大哥的情况。阿凑一直没睡，把这一幕记了下来。等到阿姨观察其他几兄弟睡着没，就发现阿凑枕边还放着记录的本子。小木睡觉都还想着要快点长大。最后大哥花了5天时间才康复，据说是得了传染性比较强的流感。老二被传染后1天就康复了，被大哥评价为年轻真好。阿姨也被感染了，最后卧床1周。小四最近得到了一个笔记本，不过他觉得每天都挺普通的，没什么可以写的内容。大哥顿时愧疚无比，觉得自己做事不够效率，不然都能够带弟弟们出去玩。吓得小四赶紧解释，没有指责大哥的意思，他只是不知道该写什么。旁边的老二出主意，除了每天发生的事情，还可以记下自己的感受和心情。阿凑还想知道小四会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哥哥，但被老二提醒，绝对不能偷看别人的日记，就算是哥哥也不可以。他告诉小四，写日记就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，所以小四一下就有了灵感。而此时大哥也下定决心要努力做事，带大家出去玩。小四开始写日记了，他记得今天大哥回来的很早，是因为前段时间他提起想吃一个菜，没想到大哥早早下班，真的买回来了食材，这让小四非常愧疚。他觉得大哥平时就很忙，却因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言还跑去采购食材。大哥听到这里也很难过，他觉得自己平时很少抽空陪弟弟们，所以想尽可能的在食物上满足他们，还说自己是个没用的哥哥。小四绝不是嫌弃哥哥没用，是担心他会太累。这兄弟俩真是太好了。反倒是阿凑这个没头没脑的家伙，一回来就破坏了让人消沉的氛围。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小四意识到动不动道歉反而会让他人有压力，不如像阿凑一样大方直接的相处。他今天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呢。小四写完日记关灯睡觉，感慨真是个好东西，还能整理思绪。第二天他继续写日记。今天阿凑的成绩考得非常差，于是老二决定帮他补习。不过阿凑看起来不是很高兴，但老二即使被凶了，还是一副被奖励的模样。小四看在眼里，总觉得这两人的对话有时候不在一个频道上，而且老二看起来有一点变态。不过他还是挺羡慕两人这种相处方式的。而平时温和的大哥，一旦涉及到学习方面的问题就非常严格。小四知道他是在为他们的未来考虑，不过小四有些好奇，因为在他们出生之前，大哥是家里的独生子，所以想知道在大哥眼里，他们这些弟弟是怎样的存在。所以几天后，他问了大哥这个想法。大哥说他一开始也没什么实感，但是老二出生之后，他觉得很新奇。但与其说像是弟弟，不如说像是孙子。如果是父母的角色，会想让孩子好好学习，所以非常严厉的教导。但他对老二非常放心，老想着只要疼爱他们就行了。父母去世后，他承担了家长的责任，有时候才会表现得非常严厉。小四忍不住笑起来，他说大哥把老二当作孙子对待，那自己应该是家里的曾孙了吧。没想到大哥却坚定地称，
小四才是一家之主，主要是气质太沉稳了。小四有时候搞不懂大哥的想法，于是他又开始好奇老二和阿凑是怎么看待自己的。平时阿凑也很宠爱他，难不成也把自己当孙子？这天下雨，正好阿凑就在家里，但他什么都没做，就盯着小四看。小四问他是不是把自己当孙子了，阿凑却说小四是小天使。不过面对哥哥这么疼爱自己，小四表示自己果然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弟弟。而此时老二暗戳戳的出现，他复读了阿凑对小四说的话，并且还添油加醋了起来。小四感慨二哥爱得深沉啊。旁边的阿凑气鼓鼓的，对于老二来说又是奖励。而老二也说了他对小四的看法，是幼小且惹人怜爱的弟弟，也是牵动他情绪的竞争对手，算是爱恨交织的对象。但小四听他把自己当作竞争对手，微笑的表示很荣幸。老二感觉自己快被光芒吞噬了，尸体有点不舒服，先回下水道了。小四将这几天的事情记录下来，还感慨他们一家果然很像，但兄弟之间相处的方式各有不同。明天他们一家要出门，不知道大雨能不能小一些。10月8号早上就开始下雨，兄弟4人打伞准备出门。本来阿凑发现老二没有穿雨鞋，也闹着不穿，但是小四却把他哄好了。兄弟4人抱着鲜花去了车站，每个月8号他们都要去那个地方，要前往那边就必须要搭巴士。车上4人都非常安静，他们要去的是父母的墓地。每个月靠近忌日这天，一家人都会去扫墓，擦拭墓碑，送上鲜花，点燃香烟，悼念去了天国的父母。父母去世的时候，小四才4岁，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，只依稀记得他们很温柔，很温暖，还有自己的依恋和怀念，以及清楚地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的现实。想到这里，他会觉得胸口闷闷的。可此时阿凑却叫了小四一声，原来天气已经放晴了，而且还有彩虹。兄弟4人擦了一把眼泪，大哥提议阴了这么多天，终于放晴了，正好时间还够，问小四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，还能写进日记里面。小四看着3个哥哥的笑容，突然也笑了，只要跟哥哥们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可以。于是4人决定去广场逛逛。或许会有人觉得兄弟4人失去父母很可怜，但小四对现在的每一天都很满意，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，因为他有3个很温柔的哥哥。之后阿凑还是想了解小四对自己的看法，当然并不是偷看日记，而是提出和小四一起写交换日记。小四同意了。旁边的老二吃醋，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。大哥见状也来了，今天的柚木家也是欢声笑语的呢。可恶，好温暖，好喜欢，被治愈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5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